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，看了眼时间已经是半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，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几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，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，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。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的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的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的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的哀求着：“别碰我，
别碰我！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2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2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去。”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。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地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而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“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地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“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”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：“进来了这个地方，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”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“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”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晚我刚下班回家，门口就传来门铃声。您好，您的快递。我没多想，应了一声。啊，麻烦放门口吧，谢谢啊。待快递员走远后，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，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。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，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，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。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想了想，我便打了电话过去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。你好，我是 A 幢402的，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。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。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放在门口，我晚点去拿。我便直接应了下来，把快递放回了门口。隔天一早，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之后没过几天，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。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？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。又送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，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看上去有点重量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。家里有男人吗？这个快递有些重，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？这个我确实搬不动。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，
出于好奇，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，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。我有些纳闷，就在我再次看去时，门外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，他提醒我，如果再有下次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，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第3次很快就来了，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叫于小莫吧？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，你方便来拿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尴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？好吧。我微笑着向他道谢。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。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。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，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？他的语气有些着急。对，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，要不我还放门口，晚上你来取。不，这份快递非常重要，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拿回家，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，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。对方的态度诚恳，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。行吧，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，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。如果快的话，我晚上也能到家了。我点头应道。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，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刚准备询问时，对方先开口了。你好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是来取快递的，今天下班早了些。听到是他的声音，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，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，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，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。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，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意识到不对，紧紧地拉住门把手，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。他长相凶恶丑陋，面目狰狞可怕，此时我害怕极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你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壮着胆子喊道，他却对我毫不理睬，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力气根本抵不上人家，只能冲着屋内大喊：老公，家里接人了！老公，别费力气了，你家里没男人。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，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，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，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。是老公，他回来了。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直接吓跑了他。我也终于安全了。我们赶忙报了警，待警方来了之后赶去了 B 幢402，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。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，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，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，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。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口大口地吃牙膏。最近我家出现了怪事，放在洗手台上的牙膏不出3天就被用光了。问了合租的闺蜜，她也总是吞吞吐吐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我因为肚子不舒服起床去卫生间，发现卫生间的灯是开着的，想着也许小雨也在上厕所。原本我是想敲敲门，却发现门是虚掩着的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：小雨居然披头散发地站在洗漱台前，手里拿着一管已经挤扁了的牙膏，而她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牙膏，一脸享受。我惊恐地捂住嘴，心想自己和小雨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她有这样的癖好，一时之间心绪有些混乱，于是决定先回了房间。住在一起半个月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怪异的行为。我心里除了害怕还有担忧，直到听到了小雨回房的声音，我这才起身去了厕所。洗手台上一片狼藉，刚买回来的一大袋牙膏已经有不少都变成空的了。我战战兢兢地收拾好残局，失眠了一整夜。昨晚你睡得好吗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试探着问小雨：挺好呀，不过我看你像是没睡好呢。小雨冲我微笑着说，看着他现在的模样，我实在无法和昨晚见到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昨晚的事你不记得了？我依然无法打消心中的疑虑。昨晚什么事？看他的模样也不像是故意在骗我，我也就不再坚持。不过为了查明真相，我提出让小雨和我睡一个房间，他欣然同意。到了该睡觉的时候，我正在洗澡，听到小雨说他先睡了，可当我回到房间时，发现他并不在床上，心里正纳闷呢，突然听到梳妆台的方向传来了小雨哀怨的声音：你说我好看吗？听到这声音，我心里一惊，朝梳妆台望去，只见平时活泼可爱的小雨，如今却是披头散发，一脸幽怨，而且她还涂了口红，只是口红的颜色太深了，看上去就好像是咬破了嘴唇一般。小雨，你干什么啊？
好看吗？他又问了我一遍，我只觉得瘆得慌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小雨便自顾自地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出房间，去了卫生间。他好像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，然后他又翻出了牙膏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，那贪婪而满足的样子，就好像是在吃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我害怕极了，赶忙进到房间，反锁了门，第一时间想到给自己的男友小豪打了电话。你快来，我害怕，我闺蜜她不对劲。我颤抖着压低声音，好，你别怕，我马上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死死盯着房门，不敢发出任何动静，生怕下一刻小雨会突然敲我的房门。好在没一会儿，就传来小雨房间关门的声音。直到小豪到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没有从房间内出来过。我快速地跟男友说了情况，他也是一脸震惊，但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敲了小雨的房门。可奇怪的是，门敲了很久，里面都没有任何动静。于是小豪慢慢扭动了门把手，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缝隙。只见小雨睡得很死，嘴角甚至还挂着牙膏的泡沫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是诡异。关上门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梦游呀？我俩从小就认识，没听过他有这个毛病呀。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，但好在男友在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安全感。早上醒来后，我看到小雨从卫生间出来，看我的时候表情有些不自然。那个小莫，昨晚我在你房间睡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没事的。我连忙摆手笑着回避他的目光。经过这2天的惊吓，小豪打算带我去散散心，于是我问了小雨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逛个街。而他刚准备回复我的时候，手上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眼中突然闪过了一抹惊恐的神情。怎么了，小雨？我不太舒服，还是不去了。突然我注意到了他的手机铃声，想到前2天小豪刚出差回来时，我们曾经一起吃饭，那时候就听到过这个声音。小雨一反常态浑身发抖的样子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他便直接转身回了房间。果然对于我来说，逛商场确实是一种解压的方式。很快我就把小雨的事抛在了脑后。小豪也很贴心，拎着各种大包小包，苦哈哈的陪笑。唯一让我不舒服的是，在等我换衣服的时候，他总会拿着手机回复着信息，甚至有时候还看到了他嘴角的笑意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也是含糊其辞。小莫，你别多心嘛，都是工作消息呢。我见他态度诚恳，便没有深究。吃了晚饭过后，我们就打算回去。就在我找好了空位，安静等待列车进站时，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我听出那是小雨手机上那种奇怪的铃声。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我看到了他的脸。小雨正站在人群中，一件一件地脱掉自己的衣服，直到脱的只剩下内衣。我居然看到闺蜜在大庭广众下脱衣服。小雨到底怎么了？隔着人群，我依稀看到了她眼底的绝望。我冲了进去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将外套披在小雨身上。她一直在哭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不要看，赶紧散了！小豪愤怒地朝着围观的人吼道。我怀里的小雨突然抖了一下，把头紧紧埋在我的肩膀上。我不停地拍着她的背安抚她。回到家里，小雨的身体依旧不停颤抖，双眼微微闭着，眼角挂着泪。小雨，喝点东西吧。小豪轻声的提醒，手里还端着2杯热牛奶。只见小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突然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猛地推开我，尖叫着打翻他的手上的牛奶。我赶紧拉住小雨。小雨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小豪也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。对，有事情说出来，我或许也能帮上忙啊。小雨依旧目光呆滞。我很好，你不要问了。小雨，我是你最好的闺蜜，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？我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他最近太过反常。小雨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淌，他抬手抹去脸上的泪痕。我真的没事。说完这句话，小雨踉跄地站起来，走进了卧室。关门的刹那，他的手机里再次传来了那诡异的铃声。小雨条件反射地僵了一下。小豪无奈地看着我，你这闺蜜啊，怕是这里有问题。小豪指了指脑袋，我怕她会伤害你，要不我今天也留下来陪你。算了，我觉得应该要和小雨好好聊聊。小豪温柔地冲我笑笑，抬手拍了拍我的头。好的，那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笑着点头。小豪离开后，我的思绪一直很乱。小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？因为心里有事，我迟迟没能入眠。突然，小雨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金属落地的响动，一个不好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。我猛地坐起身，直奔小雨的卧室。眼前的景象不禁让我脊背发凉。幽暗的灯光下，小雨歪着头倒在床边，她的脸色苍白，嘴角还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，手腕上有一条长长的伤口，血顺着伤口淌下来，一滴滴溅在地板上。我吓得差点惊叫出声，颤抖着双手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很快，小雨就被推进了急诊。庆幸的是，因为送医及时，小雨并没有生命危险。看着病床上的闺蜜，我不由得心疼起来。究竟是什么导致曾经天真乐观的小雨变成了这样？可是我该怎么帮她呢？小雨出院后，我一直陪着她，和她睡在一个房间。一天清晨，
那熟悉又诡异的铃声再次响起。小雨还在睡梦中，并没有听到铃声。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底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小雨的手机。今天我们玩个好玩的，你把头发全剃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震惊不已。除了这条刚刚发来的信息，上面还记录了之前小雨所做的每一件怪事：地铁站里的屈辱，以及半夜照镜子、大口吃牙膏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原来都是受人威胁。我很快注意到发消息人的头像，让我莫名有种熟悉感。原本我并不想相信，直到打开了他的朋友圈，竟然真的是小豪。我顿时感到脊背发凉，用力地推醒小雨。当他看到我手上的手机时，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小莫，我其实没想瞒着你。他说如果我敢告诉你，他就也对你下手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这段时间小雨到底在承受什么。我也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了所有的真相。原来男友之前有一次来找我时，我并不在家。这个混蛋看到了刚洗完澡的小雨，不仅侵犯了她，还拍了她的照片，以此来威胁她。我瞬间怒火中烧，真没想到平日里憨厚老实的男友，背地里竟然做出了这么龌龊的事情。就在此时，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，小雨吓得一个机灵，直接躲在了我的身后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刚打开卧室门，就看到小豪径直走了进来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？我一脸戒备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有你家的钥匙不是很正常吗？小豪一脸无辜地说。也对啊。我的脑子快速转动，怎么才能带着小雨快速摆脱这个恶心的男人？正在我思索时，我给你们买了早饭。小豪说着想拉我的手，我本能地用力甩开，大概是我下意识的动作出卖了自己。沉默片刻，小豪再次压低声音问：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觉得我们该有什么事？还是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怒视着反问他。小豪淡淡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你还是都知道了。小莫，我是爱你的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随后小豪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，对一旁的小雨吼道：你怎么不死呢？都是你来勾引我的！说着，小豪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冲着小雨走了过去。小雨吓得捂住耳朵，瘫软地蹲在地上。眼见小雨要受伤，我本能地抄起旁边的椅子，冲他后脑直接砸了几下。你个混蛋，渣男，垃圾！小豪很快便没了反应，我借机拉着小雨疯了一般冲出门去。我们一路狂奔，直奔派出所。待警察回来的时候，小豪依旧还在地上趴着。在看着警察把小豪送上救护车时，我仿佛看到了小雨一瞬间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地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地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，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我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。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，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。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谁？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
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。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。我看到有4个人，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，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 N 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我突然失明了，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正常进行，我请了一个照顾我的保姆。某天清晨，我隐约看见我家客厅躺了一具死尸，我瞬间怔愣在原地。而此时，我家保姆就站在我的身后，我听见她笑盈盈地问我：小夏，今天早餐想吃什么？我不敢说话，甚至连大声呼吸都不敢。陈阿姨，我一贯这么称呼她。她见我半天没出声，又问了一遍：小夏，你今天早上又没什么胃口吗？她一边说着，一边路过我，极其自然地路过客厅，路过那具尸体，走进厨房。唉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早餐不想吃，晚餐也不想吃。陈阿姨似乎很是关心我，语言中透露着慈爱。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以后老了后悔都来不及。她碎碎念了许久，可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我脑子里现在只盘旋着2个问题：尸体是谁的？怎么离开这里？我清了清嗓子，试图稳住自己有些紧张的声音：阿姨，我还有些困，我想回房间再睡一会儿。陈阿姨切菜声瞬间停止，我感觉我的呼吸都要凝固。你要回房间睡觉？她像往常一般轻声问着，可在我听来，她似乎是在阻止我回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。我揉了揉自己的后脖梗，假装自己有些不舒服。陈阿姨没有再追问，她转过头，干脆利落地继续切着什么东西。我似乎嗅到了一股血液独有的铁锈味，她该不会是在处理？阿姨，我悄悄拧紧了拳头，额头上浮出一层薄汗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回房间了。还没等我移动脚步，陈阿姨立刻叫住我：小夏，等等！我尽量努力平复急速跳跃的心脏，正常问道：怎么了？吃了早餐再去睡吧。她提议着。反正你都起来了，不如简单洗漱一下，吃个早餐。我委婉说着，还是不麻烦了。早餐而已，怎么会麻烦？陈阿姨放下手里的刀，隐约看到她似乎要朝我走过来，我不想让她发现我的眼睛恢复了一些，便赶紧止住她的步伐。既然这样，我抿了下嘴，那我就先去洗漱了。陈阿姨又笑了一下：去吧，早餐马上就好了。我伸出手摸索着进了洗手间，浓郁的腥臭味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格外突兀。才迈了一步，我就觉得自己要呕了出来。他杀了人吗？他是在我家处理尸体吗？他就不怕我这个倒霉瞎子听到或者闻到什么不一样的异常吗？我连一点异样都不敢表现出来，强忍着胃里的翻腾，十分迅速且潦草地洗漱了一下，才转过身。我看见陈阿姨就站在我的身后，其实我能看见的距离依旧不长，而且视野模糊，但我明显感觉到她锐利的视线。身体一僵：小夏，
陈阿姨温柔开口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早餐已经做好了，就放在桌子上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不敢在她面前展示出一丝不同寻常，便还是如往常一样，扶着墙壁，磕碰着桌子坐下。我摸到一个滚烫的碗，碗里盛着朦胧一片，看起来像是粥。我拿起碗里提前放着的勺子，在粥里搅动一下，微微咬了一小口，送到嘴边。陈阿姨提醒道：“还有点烫，你慢点吃，别着急。”我了一声，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个上面，便极其敷衍地吹了2下就塞进嘴里。咀嚼间，我咬到一个软绵绵但很有韧性的肉块，下意识的，我把粥全部吐了出来，紧张间不小心打翻了粥碗，滚烫的液体喷落在桌面上，有些还落在我的大腿上。我能清楚感受到皮肤表面传来的强烈疼痛感，这突如其来的刺激不由让我叫唤出来。陈阿姨也被我吓到了，她赶忙给我递来了纸，我很想直接接过，但我不敢，只好咬紧牙，将手在空中挥舞着。陈阿姨，我需要纸巾。陈阿姨明显观察了我一下，我只能咬牙继续装成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。她等了一会儿，才将纸巾塞进我手里。哎呦，小夏，你怎么把粥吐出来了？有没有烫到啊？待我稍微收拾好后，硬着头皮解释道：“是我没吹凉就送到嘴里，结果烫着舌头了。”陈阿姨笑了笑，用哄小孩子的语气和我说着：“你也真是的，都让你慢点吃了，怎么还能烫到舌头呢？”她说完，还十分体贴地给我端来了水。喝点凉水缓缓吧。我点点头，凭借着杯底碰撞桌面的声音，向那个方向伸出了手。陈阿姨握上我的手背，把杯子递给我。我像触电般猝然抽离了手。陈阿姨皱着眉看向我，我的后背立刻发汗。怎么了，小夏？她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一睁开眼睛，客厅里凭空出现一具尸体，而此刻我只能极力掩饰我的眼睛可以看见东西了。陈阿姨凑近我，仔细打量我的面上神情。你看起来……我随即站起身，打断她的话：“陈阿姨，我身上黏糊糊的不舒服，我想先回房间擦一下，换件衣服。”她狐疑地看着我，但没多说什么。行，那我帮你换碗粥。回到房间里，我转身锁上了门，我的汗毛根根立起，大脑转得飞快。我现在该怎么做？要报警吗？报警！我开始在房间里寻找手机，当我几乎把房间翻个底朝天时，手机不合时宜地在客厅响起。刚刚我将手机放在了桌子上，我有些崩溃，想了想，从抽屉里拿出了防狼喷雾，这还是之前我想预防色狼的时候买的，没想到却在今天用上了。我苦笑一声：“小夏，你的电话响了。”陈阿姨在门外好心的提醒我，警觉地将目光挪到紧闭的房门上，咽了咽口水。要出去拿手机吗？出去意味着要见到陈阿姨，不出去意味着我拿不到手机。还在纠结着，敲门声再度响起。小夏，你开个门，你手机响了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缓了缓心神，应道：“马上来。”小心拧开锁，我将门打开一些。陈阿姨拿着我的手机，就在我的身前。她没有第一时间将手机递给我，而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裙子，而后问道：“你不是说换衣服吗？怎么没换啊？”我非常自然地说着谎，还没找到就懒得换了。陈阿姨哦了一声，把手机递过来：“你电话响半天了。”我从她手上接过手机，拽了一下，发现没有拽动。我掀起眼眸，不解看向她。陈阿姨微微抬起头，目光不断地打量着我的眼睛。半晌，她轻声问道：“小夏，你这么精确拿到了自己的手机，是眼睛恢复了吗？”陈阿姨顿时面露凶光，举起了手中的菜刀。我知道我再也隐瞒不住了，我望着陈阿姨手里明晃晃的菜刀，不自觉地吞咽了2下口水。我紧握防狼喷雾，准备给陈阿姨来个措手不及。突然，我的电话再次响起，是家政公司打来的电话。陈阿姨的目光短暂停留在手机屏幕上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防狼喷雾，冲着她的脸和眼睛一顿猛喷，辣椒水钻进了她的眼睛。陈阿姨疼得哇哇直叫，手里的菜刀也落在了地上。我不敢有一丝迟疑，举起床头柜上的相框，对准她的后脖子拼尽全力地砸过去。看着她软趴趴地倒在地上，我第一时间报了警。等我将陈阿姨绑好在椅子上时，汗早就打湿了我的衣服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，地上的尸体不见了，隐约看到痕迹去往了厨房的方向。一股腐臭味从冰箱里出来，我猛地拉开冰箱门，一张惨白毫无血色又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这是男友的脸。我双眼通红，浑身颤抖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此时，警察的破门声在身后响起，案情很快水落石出。
这位自称陈阿姨的保姆其实是个通缉犯，身上还背着2条人命。男友昨晚来我家看我，得知我在睡觉便没喊我，结果偶然间看到了网上的通缉信息，照片竟然是保姆的长相。他刚准备打电话报警，就被保姆用匕首刺死。保姆原本也想将我杀掉，恰巧碰到家政公司打电话随访保姆工作情况，他害怕我一直不接电话会让中介公司起疑，就没有对我动手。加上我的眼睛失明，方便他分尸处理现场，保姆决定暂时留在我家。只不过他千算万算，没想到我的眼睛会突然复明，